如果你正走在街上逛街，突然有人向你扔来一副拳套，你敢不敢捡起拳套和他真刀真枪的打一架？他是中国职业格斗选手黑豹尹帅，他在成都街头发起了一项路人挑战，随即向路人扔下拳套，邀请他参加1分钟拳击挑战。捡起拳套则表示接受挑战。如果是你，你敢不敢捡起拳套，戴上头盔和职业选手干一架？中国街头捡拳套已经断更了一段时间了，每天都有人催更。最近给大家继续更新这一系列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先给个一键3连，你的支持是我们拍下去的动力，也一定要给运动员们点上关注。本期视频的结尾将会有巨大的彩蛋，肯定会让你大吃一惊，一定要把视频看完。尹帅在路上已经找了一圈，都被路人拒绝，扔下了一个戴帽子的小哥，和他聊了一会儿啊，看他好像挺愿意参加的。成都帽子哥成为了今天街头捡拳道的第一位路人，尹帅细心的给帽子哥戴上头盔。街头挑战安全肯定是放在第一位，职业选手在全程都会收力，加上带着大拳套，所以说路人是不会受伤的。下面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第一场比赛，双方试探，一看就知道帽子哥是练过的。尹帅现在是正反夹的切换，后板迎击打中。帽子哥大胆进攻，尹帅左右躲闪。尹帅的后手拳打中啊，这下还是有点力量的啊。帽子哥打得非常不错啊，1分钟时间打完，比赛结束。我们继续今天的第二场比赛，尹帅走向一个大个啊，交谈的过程中发现他居然看过我们的节目，那既然如此，今天必有一战。老规矩，尹帅给大个戴上头盔。1分钟拳击规则，现在比赛开始。大个是格斗迷，也是有报价的，但是好像是练是没怎么练过啊。双方的体型差距很大，大个比尹帅应该是重了20公斤以上。大哥虽然说没练过，但是这个步伐还是不错的啊！你看格斗迷就算没练过啊，也比普通人有模有样。大哥居然用上他的奥特曼超人拳，一下把尹帅给推倒了啊！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。好，1分钟时间打完，这场比赛结束啊，两人拥抱一下。因为人手不够，今天几场比赛的赛后采访都没有录好，下一次北哥亲自给你们拍。想参加挑战的可以加入北哥的粉丝群，在街头期待和你的偶遇。尹帅扔向前面2个小帅哥，相互交流了一会，发现这2个小帅哥还是比较有兴趣。戴帽子的这个小帅居然也练过一些，那择日不如撞日，今天就干。1分钟拳击规则，现在比赛开始。小帅还是敢打的啊，报价也是有模有样。当然遇到了职业选手啊，还是有一点慌张，没有关系，找到机会塞他几拳。哇，小帅这2拳很帅啊，有个后手拳点到了。好，1分钟时间到，小帅打得很开心。我们继续往后看啊，不出意外，等一下就要出意外了。有没有兴趣参与？受伤了，根本可以。20大人，走，我们找下一个路人。黑豹吗？下一个路人。哎，这不黑豹吗？这不黑豹吗？我操！我第一次在现实中看到活人啊！
咱们在互联网上认识很久了，我一直在看你的作品。我也看你作品，感觉你摇伞挺好的，是吧？我不知道这一期你的摇伞怎么样，你能考到我的水平？试一下，试一下。当两名中国街头剪拳道挑战的顶流运动员相遇，会擦出怎样的火花？给大家留个小小的悬念，我们下期精彩不见不散。在上一集的结尾，给大家留了一个悬念：中国街头剪拳道挑战的两名顶流运动员在成都街头偶遇。你哥们可以去，20岁大佬。走，我们找下一个路人。这不黑豹吗？下一个。哎，这不黑豹吗？这不黑豹吗？你也在拍视频啊？我第一次在现实中看到活人了啊！咱们在互联网上认识很久了，我一直在看你的作品。上一集是从尹帅的视角，这一集我们从刘安安的视角来看一下当天都发生了什么。你们考到我的水平？试一下，试一下。当天刘安安也是在成都街头发起了1分钟路人剪拳套挑战。我们来看看今天到底有几个路人参加了这个挑战。换位思考，如果是你走在路上遇到这样的人向你扔来一个拳套，你敢不敢捡起拳套和他打一架？好，这个白衣小哥是今天捡拳套的第一人，叫女朋友把自己的手机拿走，准备正式开战。白衣小哥一看就是练家子啊，打得还不错啊，这个水平一般人还真拿捏不了。好，刘安开始了自己的摇闪啊，非常的帅。白衣小哥是寸步不让。好，1分钟时间打完，白衣小哥打得非常的开心啊，也在自己的女朋友面前耍了一把帅。不错不错，非常有力量。哇塞！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2场比赛啊，这个黑帽小哥，这家伙也是看过我们的视频，拿起拳套啊就要跟刘安干。街头拳击挑战，在不知不觉中也是收获了众多的粉丝。这个黑小哥看起来也是有一点点的基础啊。刘安在等着黑小哥的进攻啊，打银星。黑小哥狠狠地捶了几拳，但是没有打中啊，打到了刘安的拳套上。刘安掌握着比赛的节奏，一个后手拳打中。好，1分钟时间到，两人快乐的拥抱，打得都非常的开心。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安全问题，安全问题是我们街头剪拳道挑战的第一要素，你们千万也不要小看了职业运动员的控场能力。今天的第3位路人，他的女朋友在旁边已经笑得不行了。刘安在向他说明来意，问他愿不愿意参加今天的1分钟拳击挑战。这个背着斜挎包的，长得帅帅的，我们就叫他成都大帅。我们也没有想到大帅会同意参加挑战啊，他居然参加了。好，1分钟街头拳击规则，现在比赛开始。我们可以从报价看到，大帅并没有练习格斗的基础，但是那又怎样？照葫芦画瓢，一样出拳，一样打架，这是真男人的表现，男子汉气概爆棚。刘安击斧拳，但是这个力是没有穿进去的，大家放心。大帅开始了反击。好，街头拳击挑战1分钟结束。大帅说：“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开心的锻炼过了。”就在这个时候，刘安发现前面有个人啊，长得很眼熟啊，原来是黑豹尹帅。扛住吗？哎，这不黑豹吗？这不黑豹吗？你也在拍视频啊？我第一次在互联网，两个街头大佬相遇，会擦碰出怎样的火花？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也看你作品，感觉你摇伞挺好的，是吧？我不知道这一期你的。择日不如撞日，既然遇到了，那就干一下。试一下。两人来到了广场前啊，后面有2个字成都。好，拳击规则1分钟，现在比赛开始。2个高手对决，肯定不会轻易出招，先试探一下。
刘安连续前手，尹帅躲掉。对于尹帅和刘安，我只能说两人的性格招式啊都是非常的鲜明。尹帅是一种拽拽的帅，刘安是一种酷酷的帅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两名运动员，可以在下方关注一下。刘安的拳速非常的快，灵活是他的特点。尹帅则是更加的稳重，喜欢打迎击。两人有了一组小有的对攻。尹帅的一个后撤前摆打中。好，时间马上到了，尹帅这个时候有点不讲武德啊，开始了小动作。刘安则把尹帅抱起来啊，两人开心的打完。看格斗来小北格斗，这里是中国街头剪拳道挑战成都站。喜欢本期视频，别忘了一键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对手在街上啊，真没说的。那你来成都这边的话，给你交个朋友，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。没关系，没问题。成都什么比较好吃？火锅呀，走，我请客，对吧？走吧。你不知道我饭量多大呀？嗨，你知道我酒量有多大？这个。这个满身纹身的男人嚣张至极，称重的时候居然把拳头顶在对手的下巴，在他眼里，对手只是一个小菜鸟。纹身男叫朱利安·华莱士，他是一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格斗冠军，这是他的菜鸟对手，美籍越南人阮本，看起来就是斯斯文文，人畜无害。反观这个朱利安·华莱士，满身的纹身，就连脸上都纹满了，能拿到金腰带的选手实力肯定雄厚，所以赛前狂妄也不是空穴来风。阮本12岁学习跆拳道，后来去泰国练习泰拳。阮本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职业的 MMA 运动员。这场比赛发生在2014年，阮本想和华莱士碰拳，华莱士理都不理，转身就走，真的是一点尊重都不给对手。好，现在比赛正式开打，华莱士蜷缩着身体往前压，华莱士像一枚随时发射的导弹。阮本的报价还是比较放松，现在双方互相试探，看看谁先出招。阮本后直前摆加高扫，率先发起进攻。华莱士摆了摆头，阮本又是后直前摆组合拳进攻，华莱士节节败退，漂亮！阮本一个勾拳打中华莱士的下巴，华莱士被打倒被 KO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慢镜头，阮本的进攻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华莱士反击后手拳被阮本躲掉，紧接着阮本反击了一个勾拳，华莱士应声倒地，阮本冲上去补刀，根本不给他任何机会。我们换个角度再看一遍，全场比赛仅仅用了25秒，裁判见势不妙，赶紧冲上去终止比赛。华莱士被打得节节败退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。就是这一拳锁定了整场的战局，华莱士的牙套都被打掉。我冇得救啦！宣判结果的时候，华莱士低着头，阮本成功的夺走了这条金腰带。华莱士垂头丧气的离开了擂台，真的是验证了那句话：赛前有多嚣张，倒下就有多狼狈。这场比赛在 Facebook 和其他社交网络平台上的浏览量超过了1亿次，阮本也是凭借这场比赛在互联网上一举成名。2015年，阮本终于被 UFC 看中，成功签约 UFC。这个练习跆拳道的小伙子居然要打职业裸拳赛。文质彬彬、人畜无害的外表下，隐藏着一颗杀伐果断的决心。这是我在 Top Dog 见到的最花俏的打法。说起这场比赛，我们又要聊回跆拳道能不能实战这个话题。说起跆拳道的招式，在 UFC 等各种擂台上都可以看到，花俏的打法符合大众的观感。那当一名跆拳道高手走进职业裸拳赛场，和职业裸拳拳击手打一场拳拳到肉的比赛，会发生什么？好，今天第一位上场的就是职业裸拳手卡瓦兹，身高170，体重63.8公斤，今年23岁。卡瓦兹作为黑方选手首先进场。今天的这场比赛是可以用腿的，因为对手是跆拳道高手。好，下面上场的就是今天的主人公教授。教授今天穿着白衬衫，戴着眼镜上场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场地非常的粗犷，一看就是一个废旧的工厂改造的赛场。教授今年23岁，身高173，体重63公斤。这也是教授的裸拳首秀。двухкратным серебряным призером чемпионатов Азии
穿着白色的裤子、白色的绑带，白方选手教授现在登场。裁判这个块头也是非常大，这个胸口是挂了运动相机啊。这个镜头就是裁判运动相机拍的。今天的规则是可以用腿，但是倒地以后不可以攻击。在 Top Dog 的擂台上看到这种带腿的动作还是比较少见的。好，下面我们就来看这场特殊规则的 Top Dog 职业裸拳格斗。好，2分钟一回合，总共3回合。现在比赛开始。教授上来就是转身腿法。又接了一个360度回旋踢，这下踢得太高了。上来10秒钟不到，已经使用了2个转身。好，继续。卡瓦兹有点生气，踢了他一脚。裁判警告卡瓦兹要服从命令。这个不给卡瓦兹出招的任何机会啊！燃生感黑色火，颠沛流离的火，逍遥天我黄成可。我们知道的人都知道你是在格斗啊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跳街舞。卡瓦兹迄今为止还没有出一拳。卡瓦兹低扫，教授一个跳步震蹬啊，有点像踹，这一下又没有踢中，又倒地。好，教授终于出拳了。哇，这个非常明显的跆拳道招式，再接了个转身腿法。卡瓦兹要近身拼拳。哇，这个招式啊，多少有点尴尬。第一回合比赛还有1分钟，教授继续用他的腿法。这个转身拳还不太标准。卡瓦兹想反击，教授主动倒地，这个时候倒地就不能打了，这个规则确实有点奇怪。教授就是来这招舍身踢。教授又来了个下劈腿，被卡瓦兹推倒。教授左右抡摆，被卡瓦兹一个前摆打中。教授踢完动作以后又想倒地，被卡瓦兹捶了一下。好，侧踹上头啊，这个有点像散打那种。卡瓦兹这一拳抡空了，自己撞到了那个草堆上。好，第一回合时间打完，总结一下啊，教授确实是动作出了很多，但是并没有特别有效的打击。我们来看一下慢镜头回放。教授如果这样打下去的话，后面有可能会体力不支啊。动作确实是非常夸张啊，大开大合。那么接下来就是第2回合的比赛。卡瓦兹一个扫踢把教授给踢倒。教授侧踹控制距离，转身腿法上头。不得不说，教授的动作还是很好看的，而且他还敢用这些动作，说他是跆拳道实战派，大家应该没什么意见啊。教授踢完就下蹲抱头，这个有点看不懂，就是为了倒地以后不被挨打吗？又是侧踹上头。那这个动作是相当的夸张，一个在追，一个在跑。
Стоп тайм! Спортсмену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е, что падает все время. Следующий будет минус балл. Работаем. Файт! 哇，这个高扫扫中了啊，卡瓦兹要当心了。大家看啊，这个时候教授是主动倒地，卡瓦兹非常的不满。你看他这样子主动倒地还打个屁啊打！教授现在是拖时间，体能也下降很快，因为用腿嘛太多。卡瓦兹的摆拳勾到了教授的后脑。Stop time！ 裁判给教授的消极战斗一次警告扣分。Минус балл. После команды стоп лежачий ударишь, то же самое будет. 让卡瓦兹注意一点，不要打后脑。Я сделал. Работай. Тайм! 好，比赛继续。看起来教授的拳法是不咋地啊，一直用腿来攻击。教授的体能快见底了，第二回合还剩下20秒钟。这个前后直拳，后拳打中。Стоп тайм! Сюда подойди. Бойцу минус балл. Минус балл. Рот закрой. Минус балл. Минус балл. Тайм! Файт! 好，第二回合打完，第二回合是教授啊，妥妥的丢了分。Сейчас еще один будет минус балл. Смотрите.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的精彩慢镜头回放。教授一直是想用腿法压制，但是这个场地太小。这个腿其实是扫中了啊，还是很重的，卡瓦兹要小心一点了。好，下面我们来到了最后一回合，我们来看看到底鹿死谁手，到底能不能出现 KO。教授继续用腿法来控制距离，卡瓦兹就是要近身用拳头抡他，然后只要卡瓦兹一出动作啊，这个教授就倒地，这个多少是有一点点消极了。所以说裁判再给他一次警告扣分。好，比赛继续。你们看啊，教授再一次抱头倒地，这个就是怕拳头，然后用这个倒地来避拳。这个又是一拳，这个也不知道是打倒的还是怎么倒的啊！这个卡瓦兹都很郁闷。卡瓦兹现在有点抗议了，你说我还没打他就倒地，我还怎么打呢？哎，是不是不用打了呗？哇，这个上步摆拳击中。裁判这一次是给教授读秒了啊，读秒的话就又扣了1分，那也就是最后的40秒钟，如果说教授不能把卡瓦兹 KO， 那是100%输掉。教授又使出了这个手伸踢，反正就踢得中就踢啊，踢不中反正你也打不到我嘛，他这么想的应该是。Stop time! Minus ball! 裁判再次给教授读秒扣分。Minus ball! Time! Fight! 教授的脸已经被打肿打破了，现在已经出血了。
Давай, давай. Fight! 卡瓦兹现在心态有点崩啊，极度的不爽。 Fight! 好，第3回合还剩下最后10秒钟。 Stop! Stop time! Минус балл! Минус балл! 看到这个状态，那这个比赛已经没什么悬念了。 ДСК! ДСК! 最终裁判也是终止了这场比赛，教授是被 TKO。整场比赛中第1回合教授表现其实还是不错的，所以把所有的花俏的腿法都用了一遍。虽然说效果不好啊，但是他打出来了。然后来到了第2、第3回合，随着体能的下降，教授是已经是靠主动倒地啊来躲拳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3回合的慢镜头回放啊，那这个第3回合真的是观赏性极差。 В этом бою дисквалификации соперника. Победу одерживает. 最终，卡瓦兹优势获胜，战胜了教授。在赛后采访中，教授也是说了啊，我是第1次参加这个比赛，我能走上擂台就已经战胜了我自己，我的对手其实是我自己啊，我已经赢了。那卡瓦兹则表示，我今天打了一坨屎啊，就是跟地面在战斗。 Мы еще увидимся, Хават. Я думаю, в следующий раз соперник уже будет так часто падать не сам, а от своих ударов. Я надеюсь. 看格斗来小北格斗，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首先，我们来看2场踢格斗馆的视频，其中有一场是发生在中国，红裤子红拳套的是踢馆者。 馆长一个上步的前摆准确命中，红裤子的踢馆者长得很壮实，我们叫他大壮。哇，这个名字还没起完，人就已经被干翻了。馆长下手是又快又狠，馆长的高扫腿直接精准命中大壮的下巴，可以看得出来馆长的基本功非常的扎实。馆长问他你还服不服，还打吗？不打的话我就下班了。表现非常友好啊，主动上前去搀扶大壮。大壮说不行，我还要打，你不要走。馆长很无语，又跑去带拳套。大壮觉得自己还能再打一下，刚才是没注意啊。中国有句古话叫不知道天高地厚，说的就是大壮这种人。这个时候馆长再一次带好拳套，准备跟大壮较量一下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壮，绝对是个练家子啊！首先他的身上肌肉非常发达，第二个他的格斗式的报架和站姿也是非常的标准。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，馆长刚才用的是反架，现在用的是正架。馆长一个上步的前摆再一次命中啊，速度非常的快，而且是打中了对手的下巴。这一拳大家可以清楚的发现，馆长是收着力的，要不然的话大壮又被 KO 了。大壮很识相，直接就弃权道歉。这个无论从技术水平和速度各方面啊，跟馆长的差距是相差了10万8千里。最终大壮是踢馆失败，被馆长打服了。大壮说我要请你们吃饭，实在抱歉啊，实在是太唐突了。马不停蹄，我们来到今天的第2场踢馆视频啊，来到国内，一个练过武的精神小伙上门找人切磋。你现在武校练多少年？练了4年。哪个武校？武僧团。跟我是同一个武校，厉害！来，按手印，按到所有的名字上面。对。打之前先签好免责协议。过来交流切磋的兄弟啊，体重多少？83公斤啊，刚称的。然后在武校练了4年是吧？来，这个65，武校练几年？武校练2年。哪个武校？严鲁武校，他也严鲁武校的，来握个手，师兄弟啊，好吧，师兄弟，然后在这里聚一下不容易，好吧，直接开战。好，带着红色拳套的踢馆者大白，体重是83公斤，和带着蓝色拳套的小帅63公斤啊。两人激烈的换拳，好，大白换拳是不吃亏的。刚才我们也说了啊，大白有4年的武校学习基础，这个实战是经常打，所以说他是一点都不恐拳。
小帅刚才有个顶膝顶中了啊！大白的手被这个围绳给难了好几次啊！大白虽然练过，但是技术非常粗糙，这个和职业的拳馆的运动员啊，打法确实是有很大的差距啊。小帅发现大白的拳腿对自己没有威胁啊，连手都放下来了。大白的死亡轮摆空，把自己都给摆倒了啊，非常的重啊！这一拳如果打中的话就完蛋了。大白居然要求休息一下，时间还没到，肯定要继续打。转身后蹬啊，精准打中。这个时候大白的体能已经是急速下降了。不要转身，第二走啊，准备手拿起来，不要玩。还有30秒。大白居然想休息一下啊！馆长说还有30秒，打完以后你再休息。大白休息了一下之后啊，又来了一波输出。小帅一个正蹬把大白蹬倒。准备。10秒。好，第一回合时间到，大白好不容易坚持完第一回合。好，第二回合大白把上衣也脱了，继续战斗。打1分钟了。小帅一个高鞭腿踢中啊！双方换了一波腿，小帅是丝毫没有畏惧啊，直接上去和他拼拳。最后就是小帅的表演时间，把大白打得没有任何还手之力，大白最终举手投降，踢馆失败。好，大家不要走开，后面还有一场踢柔术馆的踢馆视频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当天都发生了一些什么。柔术馆的门口有个小伙子在大吼大叫，要来踢馆。馆长说：“你有本事进来给我说话。”穿着红色衣服的踢馆者走进来，肌肉强壮，一看就是一个练健身的。两人上来就动手，馆长一个夹臂的带摔，直接把对手摔倒。踢馆者大壮想抱腿摔，但是再一次被放倒。无论馆长在上位还是下位，任何一个角度，大壮都占不到一点优势。大壮被各种角度降服，但还是不服。把这个背心一脱，又要干，再一次轻松被放倒。馆长这一次用大壮的衣服把他给降服啊，非常的可笑。馆长想把大壮赶走，但是大壮就像狗皮膏药一样，就是不走，于是一巴掌下去。馆长把大壮压在身下，几个耳光把他给扇醒。馆长问他谁是大师，大壮说你是大师，这次应该是服了啊。看格斗来小北格斗，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，我是老北。喜欢本期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关注，下期见。点关注。